稳如 CD 到底是夸还是黑？我用声乐生理学把成毅这场 live 拆给你看。假设一个人连续工作了16、17个小时，你猜他身体最先垮的是哪一部分？不是腿，不是脑子，是呼吸，是那口气。你想想看，人一累，第一件事就是气短、气浮、气不够用。而偏偏就是在这种状态下，如果一个人还能站上台，开口唱歌，全开麦，一个音都没飘，那才是真本事。宝子们，今天这期咱不聊八卦。我发现一个事儿，越想越觉得有意思，大家都在夸稳如 CD， 可几乎没人说清楚，这个稳到底稳在哪，贵在哪？今天我就想干一件事，把这个稳字拆成一门你听得懂，还带得走的知识。看完你会明白两件事，一场 live 背后的声乐科学和一场演出为什么能撬动一整座城市。先说结论，免得你等急了，表面上是唱得好，实际上是控制力，而这个控制力能被生理学量化。往下我慢慢给你拆。那咱先从大家都看得见的那层说起。你我作为普通观众，坐在台下也好，隔着屏幕也好，能感知到的是什么？就是好听，没走音，稳，对吧？这层没错，你们夸对了。但说句实在的，你要是只看到这儿，就漏掉最关键的了。因为好听是结果，我今天想聊的是那台机器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在背后把这个结果给造出来的。说完表面这层，咱们往里再看一层。全开麦到底难在哪？我先把话说清楚啊，别误会，我不是学声乐出身的。这部分我是查了资料，加上这些年看现场传的印象，如果有错，评论区指正。但基本的生理逻辑跑不掉，唱歌这件事，真正的发动机不是嗓子，是呼吸支撑。专业点叫气息控制，说白了就是你能不能用横膈膜稳稳地、匀速地把气送上去。人越累，这套系统越不听话，气浮、气短，气息一抖，音准和音色立刻就晃。还有一个词叫声带闭合，你可以简单理解成发声的时候，两片声带要恰到好处的合拢，合太松声音发虚，合太紧就容易劈，容易哑。这是个特别精细的肌肉活儿，而肌肉是会疲劳的。工作时间一长，全身的肌肉都在往下掉状态，你让它这个时候还精准闭合，还稳定送气，这难度，宝子们，真不是嗓子好3个字能概括的。所以你想，如果真有人是在长时间连轴转之后还坚持全开麦，那这份稳含金量就完全不一样了。那问题就来了，有人会说，唱得那么稳，那么干净，是不是像录音啊？是不是？你懂的。我先把这种声音摆出来啊，不是我的观点，你听完整再判断。这种质疑其实特别好破，而且恰恰是从科学角度破的。你想想看，真正的修音、电音，追求的是完美到不像活人。可全开麦，尤其是疲劳状态下的全开麦，它一定会留下活人的痕迹。某个长句尾巴上气不太够的微微收力，某个高音前那一口能听出来的换气，这些不完美的小地方不是瑕疵，它是真唱的指纹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越是疲劳里还敢开麦，越是把我在拿真实力冒险这件事明明白白摆到你面前。所以这个稳，它稳的不是运气，它稳的是在最不利的生理条件下还能把风险留给自己，这份底气值得被看见。这里我想停一下，因为有个矛盾特别值得说。他本职是演员啊，一个演员开口唱歌，为什么能让人有这一开口，整个角色都在里头了的感觉？这就得聊到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概念，声乐叙事，说人话就是用声音演戏。你去听所谓的角色曲，就是给剧里人物量身写的那首歌。会唱歌的人很多，但能把一个人物的气质、那股劲儿揉进咬字，揉进换气，揉进每一句的轻重缓急里的是另一回事。一个演员处理这种歌，用的其实是同一套内功。他念台词用原声的时候，靠的是什么？气息、节奏、情绪的收放。唱歌只不过是把这套东西换了个载体。
所以你会有那种他不是在唱这首歌，他是在替那个人物说话的感觉。这不是玄学，这是台词功底外溢到了旋律里。而且还有个细节值得说，如果按我看到的资料，那场的选曲是有讲究的，据说是拉开了风格反差的，有偏江湖侠气的，有温柔倾诉的，也有直接热情燃点的。这个具体曲目我没100%核实，你们当参考。但这里头有个通用的道理，这在舞台设计里叫对比，一场哪怕只有几首歌的 set list， 也需要这种情绪的落差去带着观众走，先把你的心提起来，再放下去，再一把点燃。真按这个思路排，就说明这个舞台是被当成作品在做的，不是随便拉几首热歌凑数。行，说到这我得跳一下，从台上跳到台下，跳到整座城市。因为真正让我越想越有意思的，其实是这条线。一场 live， 一个晚上，能干什么？我看到的说法是，酒店满房，交通的管制，城市甚至发了出行提示，地方上专门做了应对。这些具体的我也没一一核实，凭印象说啊，别太当真。但假如属实，那这就已经不是一场演出的量级了，这是一个能牵动一座城市运转的事件。这背后有个概念叫事件驱动型地方经济。什么意思呢？平时一座城市的人流、消费、交通是有它自己的节奏的，但一个足够大的单点事件能在极短时间里把外地的人、钱、注意力一股脑全灌进来。酒店房价短时间上浮，餐饮爆满，网约车调度紧张，周边商业跟着沾光，这一整条链子是被这一个晚上点着的。这里我得跟另一个东西划清界限。你可能听过 set jetting， 就是因为一部剧、一部电影火了，观众跑去取景地打卡旅游。那个是长尾的、可持续的、慢慢发酵的。而 live 不一样， live 是一夜性的。它的稀缺就稀缺在，错过这个晚上就没有这个晚上了。不能重播，不能补票，不能明天再来一次。这种过时不候的性质，才是它能在这么短时间里造成这么大冲击的根本原因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台上和台下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个尺度？台上那个全开麦、不可复制的现场，和台下那个一整做成被点燃、不可复制的一夜，它们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，稀缺的、真实发生的、错过就没有的现场感。一个投在舞台上，一个投在城市里。这个点我也是最近才想明白的，说出来跟你们分享。好，说了这么多，这期我想让你，哪怕你完全不是任何人的粉丝，也能带走一个真能用上的东西。今天的小课是怎么用耳朵大致判断一场 live 是不是真唱。给你3个信号，你下次听现场自己试。第一，听换气。真唱一定有换气声，尤其长句和高音前，那口气是藏不住的，干净到完全听不见任何呼吸痕迹，反而要打个问号。第二，听尾音。真唱的句尾会有自然的、细微的抖动或衰减，因为那是活人的气息在收，机器修出来的尾音往往过于平直。第三，听现场的意外和观众互动、走动，突然的情绪上头，导致的某一句轻微不稳。这种不稳不是缺点，是活人在场的证明。把这3条记住，以后你再听到稳如 CD 这种话，就不用停在是夸还是黑了，你自己就能听出来，这个稳到底是修出来的，还是扛出来的。那些疲劳里的活人痕迹，恰恰才是一场现场最值钱的地方。那这期就到这儿。最后我给你留个作业啊，你去找一段现场，别看画面，闭上眼睛，专门听高音之前那一口换气。听完回来评论区告诉我，你听到了几处。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咱不分谁的粉，也不站队，就单纯聊观点。你觉得一场演出真正的价值，是被唱得多完美决定的，还是被那一晚有多不可复制决定的？我自己是倾向后者，但我拿不准，想听听你们的。评论区见，宝子们。